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啊，新车看太多了，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旧车。什么旧车呢？那就是我身旁这辆第8代的 Honda Civic。第8代的 Honda Civic 是在2006年开始在马来西亚贩售的，09年开始进行小改款，到了2012年开始停产，进行第9代的大改款。而第8代的 Honda Civic 呢，其实也是受最多80到90年初爱车人士的追捧，因为当时候啊，这辆车推出的时候，刚好遇到 JDM 这个风潮的盛行，这辆车也有满满的 JDM 的味道。可是当时候，可能这些80到90年初的爱车人士没有这些能力去购买这些车型啊，所以对这辆第8代的 Honda Civic 可能抱有一种遗憾。像是你想想一下，当时候你10多岁，可能20出岁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买你心仪的车子，到了你30多岁，你有能力去买心仪的车子的时候，返回来看，我真的要花这几十千来买一辆已经超过10年的车吗？这些人就会考虑到，好像不太值得，变成这些经典的车型就留存在自己的回忆里面。反正就是一句话啦，得不到的就是最美好的咯。当然，这辆第8代的 Honda Civic 呢，我个人觉得啦，不管是外观部分还是在车尾部分，真的是非常符合又可热血又可家用车的外观设计。你只要把这辆车它的车身的姿态放低了，然后再加上一个大尾翼，它就可以变成一辆非常热血的一辆车子。除了热血之外，你要把它当成一辆买菜车也是 OK 的。基本上它的外观设计你不要做太多的改装，它就是一辆非常纯粹的买菜车。所以啊，第8代的 Honda Civic 呢，它可以吸引到的年龄层真的是非常的广泛，不管是家用也好，还是热血也好，它都可以做到。这辆第8代的 Honda Civic， 我们看它的尾部啊，车主也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装，也不算小啊，其实算是蛮大的改装。它加了一个大尾翼，正所谓不是不理你啊，是你没有大尾翼。所以想要女孩子理你的话呢，你的车必须要有大尾翼啊。不要瞎掰好吗？然后这辆车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它可以热血也可以家用，体现在什么？这辆车它是没有电磁阀啦，你必须要用最传统的锁匙开启，体现在它的尾箱空间真的是非常大。可以看到尾箱空间，我这样子摆了一堆东西过后，它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所以因此啊，你5个人要远行的话，要载大量的行李，它也是非常 OK 的。刚刚我有说到嘛，8代的 Honda Civic 可以热血，也可以家用，就取决于在于它的空间的营造。可以看到这辆 Civic 的后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前面的椅子基本上已经是调成一个非常厚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膝部空间自己看啊，还是非常宽广。然后我们的头部空间也非常的好，大概是有2个拳头3指的距离。我觉得啊，这样子的坐姿其实还是蛮 OK 的。但是你要我嫌的话呢，就是它的椅背啊，我个人觉得它的椅背就比较直了一点，坐起来如果坐长途可能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基本上这个坐姿我觉得非常的 OK 啦，以这样子的空间打造。再加上呢，它的地板啊，它不像以前一些老车，它们的隆起高度比较高。8代的 Civic， 它这边地板几乎已经是平整了的，不是完全平整了，它这边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凸起，可是基本上已经是接近平整了的。这一点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不错。像是我坐在这边坐人的话 ，OK 没有问题。当然，对于一辆10多年的老车，你们也不要想它有些什么 USB 插进啊、后座冷气出风口啊，不好意思，通通都没有。它就是很纯粹的，这边是果松的，但是它有可以承受3公斤的带带护，这一点不错一下。然后椅背它也是有一个 armrest， 中间是有2个置杯架啦，这一点就不用我多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汽车制造商呢时常把 soft dash 加上侧缝线，来让这些新车看起来比较高级的感觉。像是10多年前这样 Civic， 它这样子仪表台完全没有 soft dash， hard plastic 的，
hard plastic 的，hard plastic 的，通通都是 hard plastic 的。可是他们用料真的是非常扎实，以至于到了现在已经10多年了。刚刚我们试驾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那些松松散散、那种零零碎碎的声音从仪表台那边传过来。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10多年前的质量，比现在的新车真的是好太多了。然后它的仪表台设计呢，可以看到它用上了双层的设计，就像你在住在 double story 这样子啦。上面是时速表，搭配了有油表加上水温表，都是 digital 显示的。下面呢是转速表，是采用了实体指针的显示。而 Honda 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啦，它对于收纳空间的打造真的是非常的有一手。像是这辆8代的 Civic， 它也在前座制造了很多的收纳空间。可以看到它冷气调节下面就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空间，再下来又有一个收纳空间，而且还是有盖式的。当年啊，要做这种有盖式的，好像我没有记错，是只有 Honda 才会有啦。然后从这个排挡杆下来呢，又有一个收纳空间，所以啊，它整体的收纳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收纳。你不会看到有那些锁匙啊，还是一些什么糖果啊，还是一些女车主啊、女司机啊，他们时常把一些发夹啊丢在那边，然后看到就觉得好像很乱啊、很肮脏的感觉。当然不止这样啊，它 armrest 下面呢又有一个很深的收纳空间，所以对于一辆8代的 Civic，Honda 真的是把它的收纳空间做到淋漓尽致啊。这样8代 Civic 的 Steering， 我个人觉得它的 size 啊，感觉上蛮小一个的，看起来好像还比我的860来的小。然后它也是有 Pedal Shift 的功能。猜一下10年前的车子有没有4项调节 ？OK， 我们先来公布答案啊。它可以做前后调节哦。下上也 OK， 下上是正常啊，有前后调节。好，基本上这个8代的 Civic 的内饰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路试驾吧。这辆第8代的 Honda Civic 当时的动力选择是只有 1.8 NA 跟 2.0 NA 的动力选择，然后它们都是搭配了5速的手排压箱或者是5速的自排压箱。可是，在马来西亚比较容易看见的是5速自排压箱。当然，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 NA engine 啊，这个第8代的 Honda Civic 呢，当时候啊也有推出了 Hybrid 的车型，只不过 Hybrid 的8代 Civic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啊。我记得以前啊，我有经验在 Honda 那边做工的时候，当时好像只看过1、2辆罢了。因为据当年啊，因为油价还是比较便宜，然后人们对于 Hybrid 这个 system 还是非常的抱有疑惑，担心这个 Hybrid 电池坏呀，然后它的 inverter 坏呀，这些等等，需要花很大的钱去维修。所以当年的8代的 Honda Civic Hybrid 就它的销售额就可能不太理想啊，在马来西亚。而今天试驾这辆8代的小改款的 Honda Civic 呢，它是 2.0 NA 的车型。当然，这辆车可能我的驾驶体验来讲的话，会有一点和原装车有出入，因为这辆车主已经是有进行过一些改装啊，像是它的避震换成了 lowered， 再来排气部分也换上了比较 performance 的 exhaust。它虽然讲是已经接近已经是有10多年车龄的车了，可是这样子驾驶起来，还是可以感觉到车主还是对它有进行很好的照顾跟保养的。除了这个吵死人的 exhaust 声之外啊，我听不到任何的杂声，像是它的引擎声音啊，整个 performance 我觉得还是 very good 啊，所以相信车主啊，真的是非常有细心的在照顾这辆车子。不过讲真的，这个 exhaust 有机会换掉一下啦，真的是有点吵啊，感觉上。OK， 大家知道，再来，脚油门下去，踩。Go。
还是很可以的哦，真的。虽然讲是一辆09年的车，它的表现还是很可以的，它的加速感 OK， 因为它的最大马力是只有157匹，它最大扭力是只有188牛米罢了，不像现在11代的 Civic 1.5T， 随随便便就有一个240牛米的扭力。当时候 NA 有这样子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对比起它的对手、竞争对手，像是 Toyota Corolla Altis 或者是 Nissan Sylphy，Honda 真的是在动力部分真的是下足了本钱。因为他们的 target market 很简单，就是年轻人，所以整体不管是它的外观设计啊、内饰啊、整体的驾驶体验啊，给到的就是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然后可以看到这辆8代的 Honda Civic， 它的驾驶视野，我个人觉得我也很喜欢。它的车镜很大，然后整体的驾驶视野也非常的宽广。虽然讲这是一辆 C segment 的 sedan 车，我觉得驾起来真的会比起现在的新车可能来的好一点点，整体的驾驶体验。然后它的 wiper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左右这样子刷起来的感觉，我觉得比起一个方向的一个 wiper 来讲话呢，感觉上好像比较干净一点。这样8代的 Civic 在电子安全辅助配置上面呢，也没有很丰富，它只有 VSA， 然后 ABS， 可能有一个 ESC 这样子罢了。再来就是 airbag， 它没有过多的进阶式的安全配置只不过它是有 cruise control 的而这个 cruise control 的话呢，它是没有类似现在的 ACC 跟车它就是纯粹的定速巡航罢了。所以当时候人们所追求的东西非常非常简单，因此Honda 在打造车子的时候所注重的还是在于动力，还有整体的驾驶体验。反而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像是我们现在拥有的 ACC 跟车AEB brake hold 再来就是一些什么 pre-crash pre-crash warning 等等等等这些，当年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这辆车子，这辆8代 Civic， 只可以讲就是非常符合纯粹的驾驶体验。好，今天带大家看这辆非常经典的8代的 Honda Civic 的介绍视频就到这里了。最近因为看新车太多了感觉上大家好像是没有什么差别，不管是在配置方面设计方面都觉得好像区别不大。反正有些时候看回老车，就会有一种感悟觉得还是以前的老车比较有味道，可能是陈旧的味道，还是岁月的味道，这点就不知道啦。反正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想到，过去真美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好，我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